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有匪之周匪，生在破晓时分的人，这一生都在看着天一点点变亮。话说，在这世上，遗憾的事有很多很多，比如海棠无香，蔷薇有刺，美人是个大土匪。而周匪恰好就是这样一个美人，不解风情，还是个女土匪。她生在48寨，长在48寨，这里是个土匪窝。虽然说是土匪窝，但是他们所做的从来就不是什么胡作非为、打家劫舍的勾当，而是锄奸扶弱的正义之事。不但如此，还出了像李征、李锦荣那样受人尊敬的大侠。所以48寨也是很有名气的名门正派。其实在我看来，48寨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由众多门派组成一家，同气连枝，同时也给那些无家可归、无处可去的人留一个容身之地。所以周匪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自然也不会学坏。周匪在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就给我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当时的他一身中性的打扮，给人一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接下来的剧情中，他又给人一种古灵精怪、很有个性的感觉。他调皮可爱，活泼开朗，又有点倔强，有点任性，不服输，不认命，而且身手也很不错。再加上长得也不错，那就更有魅力了。难怪谢允一看见他就被他吸引了。大家都知道，电视剧《有匪》是根据原著《有匪》改编的，而原著中也提到过，周匪这个人长得确实很漂亮，也很精致，从身材到容貌都挑不出半点毛病。他并不属于那种彪悍的类型，恰恰相反，她是一个十分标致的美人。只是有一点，千万别让她开口说话，因为这位美人在不说话的时候，看起来还挺不错，挺养眼的，所以谢允才会称呼她为小美人。最初的时候，他还在心里想过，要是这位小美人是个哑巴多好啊！她一旦开口讲话，真的会有点煞风景，会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比如她是这样介绍自己家人的：我爹是个病秧子，我娘是个母老虎，我表哥是个惹祸精，我表妹是个二傻子。比如他明明是想送给谢允一点吃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我随身带着喂狗的，这听起来像骂人啊。再比如他明明心里是有点关心李胜的，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也不知道李胜那个长了温的王八蛋滚回家没有，这听起来还是像骂人啊。若是你说的话在他看来不够通俗易懂时，他不会觉得自己读书太少，就只会提醒你说人话。双引号，有的时候还会爆几句粗口，说上几句威胁的话，吓唬吓人。总而言之，只要他一开口说话，人们心里肯定会想，他怎么这么粗鲁呢？这是一个姑娘家该说的话吗？若是再把他惹急了，他可就不跟你废话了，直接动手打你了。这些行为表现，怎么看都不像是个柔柔弱弱的女子该有的行为。当然啦，她本来就不是什么普通的女子，她可是周女侠。周匪的性格就是这样，性子直，脾气大，天不怕地不怕，无拘无束，不理不法，但求无愧于心。另外，在周匪的字典里压根就没有一个怕字，更没有听话这两个字。他就是这么有个性。每次受罚的时候，他娘越是打他骂他，他就越是倔得像头驴，即使自己没做错，也不肯为自己辩解依据，大有一种你打吧，干脆打死我算了，我才不怕死的架势。就这样，他们母女都这么倔，谁也不服软，最后还是靠他爹甘棠公亲自出来解围。还有就是他从小就不喜欢读书，所以不要在他面前咬文嚼字的，
一些文绉绉的话，他有时是根本听不懂的。据说他小时候还和教他读书的老师动过手，就因为他个人觉得老师教的不对，误人子弟了。但是呢，他还是很喜欢练武，而且在练武方面很有天赋。比如，他只是在临行前看他娘演示了一遍破血刀法，他就学会了。如果换成别人，可能没那么容易学会。他虽然很调皮，却也有可爱的地方，有情有义，有担当，有责任心。犹记当初在黑牢里，他说出那句交代重要，还有那句这有什么好怕的？再给我几年，我踏平这山头。从那一刻起，他就是谢允心中的天下第一，也是我心中的英雄。再后来，历经磨砺，又经过了多位前辈高人的指点，再加上他自身不断的努力，他也成熟了不少，更是变得越来越优秀了。更幸运的是，他还遇到了那个爱他入骨的人，与那个人相伴终生。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也可以成为像他外翁李征那样的一代宗师。即使顶着土匪的名，身上流的却是英雄的血，平生所做之事皆是行侠仗义之事，惩奸除恶，无愧于天，无愧于的，更无愧于心。这就是周斐，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中豪杰。或许她就是那个生在破晓时分的那个人。破晓时分，为之熹微。她这一生都在看着天一点一点亮起来，直到太阳升起，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有匪群演曝光赵丽颖举动，暖心行为被称赞，能火不是偶然。赵丽颖作为娱乐圈的当红小花之一，一直备受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其主演的影视剧作品更是饱受观众的追捧。有匪这部电视剧作品一直都饱受关注，而该剧在开拍后也是历经配角、加戏、女主服装差评等多个争议。而在20日，有匪剧组的群演曝出了有关赵丽颖的一个视频，而视频里的暖心行为也备受群演和网友们称赞。而根据群演晒出的视频来看，地上摆放着2个纸箱子，里边有各种饮料和矿泉水，很多群众演员纷纷围过去领取饮料，而该饮料的来源是赵丽颖买来请群演们喝的。据爆料称，因为有匪这部电视剧作品是武侠类的，所以有很多群演都需要穿着几十斤重的盔甲服饰，再加上天气变热，所以群演们也都非常疲惫。而女主赵丽颖自掏腰包买各种饮料请群演们。赵丽颖体贴群演的暖心行为也是受到很多网友的称赞。其实这并不是赵丽颖第一次请群演们喝水了。其实纵观赵丽颖担任女主的电视剧作品，几乎都有剧组演员和工作人员曝出赵丽颖在剧组请大家吃东西、喝饮料等各种暖心行为。而且赵丽颖参拍了这么多影视剧作品，暖心行为经常被群演曝出来，却一条耍大牌等负面消息都没有。这也充分地说明赵丽颖能成为娱乐圈数一数二的当红小花，并不是偶然。赵丽颖从一个跑龙套的群演逆袭成为如今的演艺大咖，有人说是运气好，但是其实赵丽颖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敬业，是很多导演对赵丽颖的评价。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赵丽颖出生于农村，刚出道那会儿还因为娃娃脸被嫌弃，而也就是这个增不被看好、饱受质疑的胖脸女孩，一步一步的凭借作品圈粉无数，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女星。如今的赵丽颖大红大紫，是数一数二的当红小花，但拥有了超高知名度的赵丽颖却依然很低调暖心，再加上她纯真耿直，同时又非常的认真努力，所以也拥有了超多的萤火虫保护和支持。你喜欢这个人美心善、演技又好的当红小花赵丽颖吗？谢允被周匪追着打时，谁注意她下意识保护的部位？我不禁笑出了声。王一博和赵丽颖合作的有匪能够感受到这2位演员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默契的，就算2人之间相差10岁，但并不影响在剧中谈恋爱的环节。
尤其是一些小细节的设计，王一博和赵丽颖把控得很到位，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也觉得这一系列的动作是相当流畅的。殊不知这只是一些比较小儿科的东西。在剧中，王一博和赵丽颖出演，谢允和周翡两人经常打闹拌嘴，有不少观众看了之后觉得不说相声亏了。剧中王一博和赵丽颖两个人因一场意外相识，他们两人的身份也有着很大的悬殊。王一博出演的谢允是太子遗孤，被大家称之为端王，而赵丽颖则是破血刀第3代继承人，人称江湖女侠。他们两人在身份上悬殊比较大，谢允并不能够根据自己的内心走，经常需要看大局，而周翡就有所不同了，经常行侠仗义，被大家称之为周女侠。在日常的生活中，谢允被周翡追着打的时光也是比较漫长的，可谁注意他下意识保护的部位？网友表示，我不禁笑出了声。没想到王一博把自己的一些小动作全部都带入到了谢允这个人物的身上。一般情况下，他下意识反应都非常快，在这部剧也是如此完美的向大家呈现了他自身拥有的能力。在被周翡追着打的时候，谢允非常机灵，直接抓住墙上的物品拿来护住自己的下半身，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流畅，就像是《天天向上》中经常被大张伟误伤的王一博一样。在剧中有了这个动作的加持，也让谢允这个人物的性格更明显的凸显出来，跟周翡两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剧中，谢允拥有着3寸不烂之舌，经常把周翡说到没脾气，可这并不是王一博的本性。为了出演这个角色，他真的是付出了太多。就像当时《陈情岭》中魏无羡这个角色一样，只不过在有翡剧中轮到了王一博，而台词对他而言也成为了需要攻克的难题。为了能够更好地演绎谢允这个角色，王一博经常私下向赵丽颖请教，毕竟他也算是圈内的一位前辈了，对角色的理解也有不同的感悟。王一博跟他讨论是非常正确的。两人在剧中的对手戏很多，感情戏也是如此，虽然只有2场吻戏，但其他的亲密戏一样都没少。